萌娃上一秒还在玩沙子，下一秒就被拐到偏远破废工厂中。这时萌萌慢慢从昏迷中醒来，这是哪里？入眼就是陌生的环境。她记得刚刚和姐姐一起在公园里玩沙，怎么突然来到了这里？小萌萌看着躺在不远处的顾灵烟，她赶紧跑了过去。姐姐，顾灵烟在听到小萌萌声音后也醒了过来，她拍了拍晕乎乎的脑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舅舅不见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害怕。这里是哪里？顾灵烟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好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这里有好多小孩。你们也是被人贩子抓来的？有个男孩看着小萌萌和顾灵烟，人贩子。顾灵烟和小萌萌都一脸迷茫地看向那个男孩。人贩子为什么抓我们？小萌萌一脸天真，突然身后的门再次被打开，九娘端着一盆的馒头走了进来。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，不应该问他。小男孩见九娘来了，吓得缩成了一团。阿姨，是你呀！小萌萌见是他在医院撞到的那个阿姨，她笑得一脸灿烂地看着九娘。顾灵烟把小萌萌护在身后，一脸警惕地看着九娘。小妹妹，你长得真可爱，都让我有一点舍不得卖你了呢。阿姨，你能不能送我们回家呀？小萌萌开心地看着九娘。回家，哈哈哈！到了这，你还想回家？你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？九娘直接被小萌萌的话给逗笑了。妹妹，他是坏人，不会放了我们的。九娘收起了笑脸，她瞬间变了一个脸色，一脸凶狠地看着小萌萌和顾灵烟，警告：好好吃饭，乖乖的，要是不乖是要挨打的，知道了吗？小萌萌这下害怕了，她紧紧拽着顾灵烟的衣服，一脸惊恐地看着九娘，点了点头。吃的我放这了，你们自己拿。九娘把一盆的馒头放在了地上，然后转身出去，门再次被关上了。顾灵烟淡定伸手拿了2个馒头，一个递给了小萌萌，一个自己吃。吃吧。小萌萌乖巧地接过馒头啃了起来。刚刚那个小男孩见顾灵烟和小萌萌还能如此淡定地吃东西，他震惊地看着嫣嫣他们问道：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？小萌萌嘴里含着馒头点了点头说道：害怕呀。呵，信了你的邪，你先放下你手中的馒头再说这句话吧。害怕有用吗？我相信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，我已经被关在这里半个月了。小男孩全身都透露绝望。不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舅舅发现我们不见了，一定会找来的。小萌萌自信满满，他拿起一个馒头递给了那个男孩。小哥哥吃。他们找不到这里的。男孩当初也是这么天真的认为会有人来救他的，可是这么久过去了，他还是没有看到有人来救他。哇，我想回家。我想妈妈，我想回家。我再也不挑食了，我要回家。每个人拿着馒头的时候，都会想起家里每天好吃的饭菜，瞬间哭成一片。姐姐，我想爸爸了。小萌萌也被感染了，她开始想顾叶白了。妹妹乖，我们就在这等着爸爸他们来接我们，我们要乖乖听话好不好？顾灵烟眼眶红红的，她也想爸爸妈妈了，但是她知道她这时候不能哭，她要是哭了，妹妹一定会更害怕。自己也还是5岁半的宝宝，却要假装坚强的安慰比自己小半岁的妹妹。小萌萌乖巧的用小手擦了擦眼泪。可惜我的手表被他们收走了，要不然就可以给舅舅他们发信息了。姐姐，我的手表没被他们收走。真的吗？就在。小萌萌刚想说手表在哪里，就被顾灵烟一把捂住了嘴。嘘，不要说出来。顾灵烟一脸警惕地看着四周，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们？顾灵烟放开捂住小萌萌嘴巴的手，小声地说道：等晚上都睡了，我们再给舅舅他们发信息，让他们来救我们。好。小男孩忽然出现在了小萌萌和顾灵烟的身后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顾灵烟和小萌萌吓得大叫了一下，不过他们很快就捂住了嘴巴。你干嘛突然吓我？我就是好奇你们说什么，能跟我说说吗？不行，我跟我妹妹说话，凭什么要告诉你？欺小气。小男孩见顾灵烟不愿意告诉他，他一脸嫌弃地回到了自己刚刚的位置上。妹妹，你记住了，这里任何人跟你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能相信，知道吗？妹妹真乖。顾灵烟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小萌萌的头。馒头吃完后，顾灵烟带着小萌萌远离那群被拐的小孩。她不敢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人，这里能相信的只有他们自己。有个小女孩怯生生地朝顾灵烟和小萌萌靠近。你们是萌宝和烟宝吗？你认识我们？顾灵烟警惕地看着小女孩。当然，我和我姐姐都是你们的粉丝，我们真特别喜欢你。小女孩眼里多了一丝这么多天以来唯一的开心。你是怎么被抓到这里来的？顾灵烟放下警惕看着小女孩，但是还是不敢跟她靠得太近。我是在跟我姐姐在游乐园玩的时候不小心走丢了，后来我遇到那个阿姨，她说会带我去找我姐姐，我就跟她走了，然后她把我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直接把我抱上了车，不管我怎么哭闹都没有人来救我，他们还威胁我不许哭，要是再哭就要把我送去其他地方，把我身体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拿去卖。
小女孩悲伤地流着眼泪。以后不要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爸爸妈妈和姐姐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待在这。小女孩越说越难过，后面直接哭了起来。你别哭了，要是一会那些人进来看见你在哭，一定会生气的。哦，我不哭了。小女孩立马捂住嘴巴，不敢再哭了。小萌萌拉住小女孩的手，安慰道：小姐姐没事的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对了，我叫陈佳妮。小女孩这才反应过来，还没跟小萌萌和顾灵烟自我介绍，小萌萌笑得一脸灿烂地朝陈佳妮伸出手。佳妮姐姐你好，我叫顾萌萌，这是我姐姐顾灵烟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我知道你们名字。你们来了这么多天，知道他们准备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每天会给我们准备水和食物，然后就不管我们了。那要是想上厕所了怎么办？有的人会直接拉在裤子上，也可以跟他们说，他们会带你去的。妹妹，你是不是想上厕所了？那你等一下，我帮你喊人。顾灵烟说着就朝门口跑去。喂，外面有人吗？顾灵烟一边拍着门对着外面喊：有人吗？我妹妹要上厕所。叫什么叫？在这还不老实？顾灵烟听到声音后朝后退了几步。什么事？我妹妹要上厕所，厕所在哪里？顾灵烟丝毫不怕。真是麻烦，哪个要上厕所跟我出来。喊那么大声做什么？你这样会吓坏我妹妹的。我看你是找抽是吗？还敢这么跟我大呼小叫的，要不是看你样子还不错，老子早把你丢出去喂狼了。那个男的一脸凶相地对着顾灵烟威胁。耗子，什么事啊？怎么弄得这么久啊？九娘这会从远处走了过来。耗子看着九娘笑道：有个小崽子要上厕所，他姐姐说我声音太大吓到他妹妹了。是谁啊？耗子指着顾灵烟说道：不就是你今天带回来的2个货物之一。